1962年11月18日，印军在中国西藏地区和解放军再度开战，在班公洛战场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根据印地语新闻报道，1962年的热赞拉战场上只有120名印军和5000多人的解放军部队作战，最终还歼灭超过自身10倍，整整1300人。1962年的解放军部队这么不堪一击吗？2024年1月1日，印度媒体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当辛格少校带着50名士兵对中国军队造成重大伤害时，请阅读热赞拉战役的故事》的文章。1962年10月底，在结束和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的第一阶段作战后，印军上下仍然非常不服气。他们认为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第一阶段占据大面积优势，完全是因为突然袭击。随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尼赫鲁在中印边境地区发动和解放军的第二阶段作战，于是就有了辛格少校当年在班公洛战役中歼灭1300名解放军的战神传奇故事。1962年10月底结束和解放军的战斗后，尼赫鲁往中印边境地区调集了更多的精锐部队，就是为了扭转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出现的劣势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沙坦辛格少校所在的连队被调往班公洛执行防守任务。当时的班公洛并没有被双方视为主要阵地，印军在这里驻扎了120人，我解放军部队根本就没往这里派驻部队，只是后来在作战的时候途经此地，才有了班公洛战役。当时解放军有意前往班公洛之后的阵地作战，在侦察部队侦察的时候，解放军发现辛格所在的印军部队，战斗由此开始。在战斗中双方死伤严重，当时辛格少校担任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连长，该连下辖第7、8、9排。由于他所在的 C 连擅长山地作战，所以他们被安排到楚舒拉勒的班公洛山布防。根据印度军方通的资料来看，热赞拉山海拔5000多米，地形陡峭，山峰林立且狭窄。作战过程中，辛格少校为了使用有限的人数在山地做作战中取胜，将部队以排为单位展开。当解放军向印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印方资料是这样描述的：5000多人的解放军部队像潮水一般涌来，他们并排推进战线，辛格少校带领战士们疯狂进攻。在他们的描述之下，当时印军兵力120人，他们对阵的是5000多名解放军部队。这样的实力对比之下，也就是说，印军需要一个人对阵将近42名解放军才能够取胜。且不说人类身体的极限是否能够同时牵制42个人，单凭借印军当时的装备来看，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战斗的结果也不出所料，尽管当时辛格少校带领印军对解放军的进攻极力抵挡，但也无法扭转失败的结局。虽然战斗失败了，但辛格少校和参加班公洛战役的战士们却被尼赫鲁当作光荣事迹进行大肆宣传。他们在讲到那场战争的时候提到，当然，我们在那场战争中输给了中国，但是1962年11月18日，在拉达克楚舒尔的热桑拉山口，120名英勇的印度士兵在沙坦辛格少校的领导下，面对5000名装备了现代武器的中国士兵，这些士兵的英勇和勇气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几乎找不到。在这场战争中，印度陆军有110名士兵殉难，而中国士兵有1300人阵亡。从伤亡比例上来看，相当于是一名印度士兵击杀了将近12名解放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方5000人还能被区区120人的小队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为了让谎言更加真实，印度方面对热赞拉战役的细节进行了更多的描述。他们借助新闻报道透露出，当时在热赞拉战役中，印军方面共发射炸弹993枚。中国于1962年11月18日上午同时进攻古龙山和热藏拉两个阵地，到上午8时15分，印军已经损失了第7排和第8排。
辛格少校带领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9排继续作战。当时中国部队使用各种型号的迫击炮对印军火力点进行轰炸，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辛格少校依然坚持夺回阵地。在印军只剩下50人且弹药有限的情况下，解放军不仅兵力充足，还不断用现代武器向印军进攻。处于劣势的印军做出令人惊奇的勇敢事情。当中国军队从距离印军阵地仅100码的地方发动冲锋时，印度士兵用机枪和步枪发射子弹。在宣扬印军士兵作战勇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了解放军的实力。这是一场少数印度士兵具有为国捐躯的精神和责任的战斗。另一方面，敌军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武器上都处于非常强大的地位。当时解放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是先前在苏联帮助之下研制出来的相对先进的作战武器，而印军所使用的大都是西方国家在2战中淘汰下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性能差，还有很高的故障率，和解放军相比起来处于劣势。同时，在班公洛战役中，印军作战部队的重武器也非常少，印度军队拥有的唯一武器是3英寸迫击炮，而且数量还非常少。辛格少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挥作战的。战斗中，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这才身负重伤。受伤后，辛格少校被战士解救，准备送往大本营。当时有几位受伤战士不愿撤退到后方接受治疗，他们声称：“把我留在这里，转到营总部，告诉指挥官我们的战斗是多么勇敢。”辛格少校见到这样的情况后下令：“快点走，拯救你自己。”为了确保受伤士兵及时接受治疗，辛格少校决定和战士们一起撤退。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辛格少校知道前线弹药短缺，当时在撤退的时候，辛格少校专门把自己的配枪留给了继续作战的士兵。他不想在撤退途中让自己的枪被解放军缴获，并用它来攻击他们的战士。除了辛格少校，当时在前线作战的印军士兵全部都斗志昂扬，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艰难作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当他们的尸体被牧羊人发现的时候，战士们还保持着作战的姿势。根据当事人描述，这些士兵仍然站着，上面覆盖着积雪，他们的手臂向东方伸展。见到这样的情景，牧羊人被吓了一跳，他不清楚这是怎样一支坚强的部队，但他认识印军的军装。随后，这里的情况被上报给印军部队。1963年2月10日，印度陆军搜查部队前往热赞拉1962年发生战斗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发现了96具印军尸体。根据搜查队员回忆，我们发现勇敢的印度儿子永恒地沉睡于母亲的怀抱，有很多猛烈的轰炸，周围到处都是深坑，没有一个烈士身上的枪伤少于33处。从这里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战士们没有一个临场退缩的，全部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被冰冻的尸体群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印度军队惊慌失措或撤退。经搜寻部队搜索，他们发现了辛格少校的尸体。清除覆盖在尸体表面的血后，辛格少校的遗体显露出来。即便是经过自然的洗礼，辛格少校的尸体依然和战友紧紧靠在一起。从表情上看，他们似乎只是在休息，永远地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在零下10至20摄氏度的天气下，辛格少校的尸体躺在一块石头上，仍有96名殉难的士兵手里拿着武器。冰雪之下，运输车司机的手里还拿着2英寸的迫击炮就被冻死了，医务人员手里还拿着注射器和绷带。从这样的情景中，我们可以判断，当时他们都是在极端天气下丧生的。正因如此，辛格少校的事迹才会在印度广泛传播，后来还被人们专门建造了纪念碑用来祭奠。事实当真像印度记载的这样吗？1962年10月至11月，印军和解放军2度作战，结局依旧无法改变，印军总是这么不自量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印边境第二阶段作战展开，班公洛战役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当时班公洛并不在解放军对阵地的考虑范围之内，只是把这里当作一个小小的防御火力点而已。但是在我侦察部队向印军占领我领土前线侦察的时候，发现印军在班公洛附近派驻了部队防守，遂决定一并消灭，随后继续向前推进，做到不让一个印度军人留在中国的土地上。1962年11月17日，解放军一个团奉命向班公洛方向移动。当时团部率先派出一支13人的前卫侦察班，携带1门无后坐力炮到达指定作战位置进行侦察。他们的任务是对印军在班公洛的军事部署情况进行调查收集。经调查后，解放军决定向这支印军小队发动进攻。1962年11月18日凌晨，解放军冒着雨雪向班公洛发起突击。当时因印军的补给物资无法运送到位，辛格少校和战士们都龟缩在一起烤火。受到突然袭击后，他们曾向后方请求过炮火支援，但远方的印度炮兵借口视线模糊，拒绝为守军提供火力支援。在作战中，解放军率先解决掉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第7排，随后在整个战场上铺开战线进行全面作战。当时的印军为了节省弹药，在辛格少校的指挥下，一直等到解放军进入90米的射程内后才开火。他们的这一策略给解放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紧接着，解放军增加前线作战的部队数量，增派400人迂回侧后进攻。在这里执行任务的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第8排被我们打了个猝不及防，全排只有1个人活下来。经过激烈的战斗，辛格少校被解放军狙击手命中，但并未直接失去呼吸。尽管当时有战士解救辛格少校，但他坚持留在战场上。后来，辛格少校见战场上的解放军越打越多，而他们的部队越打越少。照这样下去，即便是他们的人全都打完，也不会扭转战场局势了。本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理念，辛格少校下达了撤退命令。只有这样才能和解放军继续纠缠。随后，辛格少校命令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残部撤退，自己则和伤兵留下掩护。最后的结果就是，辛格少校最终被击毙，整个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只有几个人留住了生命。在这场战斗中，印军第13库曼昂营 C 连共123人参加战斗，阵亡110人。在13个幸存者中，有9人负重伤被解放军俘虏，只有5个人顺利逃走。在这场战斗中，我方伤亡根本不可能像印度所说的那样，被印军以110人的代价杀了1300多人。根据我方数据，当年在班公洛战役中，解放军参战部队牺牲61人，131人受伤，和印军口中的我方伤亡数据相差悬殊，且更具可信性。当然了，对于印度大家宣扬的战神，我们没有什么太多评判的权利，他们开心就好。我们所能证明的就是当年印军在班公洛战役中并未以110人的代价换取我方1300多名解放军的性命，他们这是在美化自己。至于所谓的战神，不过是矮子里面选将军罢了。